要说哪个地方的都市传说最变态，想必兄弟们的脑海里第一个浮现出来的肯定就是日本，什么贞子呀、花子呀、裂口女，还有八尺大人啥的。有时候我真想打开日本人的脑瓜，看看里面到底装了什么稀奇古怪的玩意儿。关键是这日本的鬼怪从来都不讲武德，更不懂冤有头债有主的道理，但凡符合被他杀的条件，那就必须弄死。而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个都市传说名叫半身死灵，那可就更变态了。咱说传统的鬼怪主打魔法攻击，一般就是把人吓死，可这个半身死灵就是一个纯粹物理输出的杀戮机器，因为只有上半身，所以它的速度极快，但凡只要听见啪嗒啪嗒的声音，基本上就要见太奶了。话不多说，咱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半身死灵到底怎么个事儿。故事一开始，一个叫可奈的姑娘1年前亲眼瞅着表姐被这怪物斩成2截，自己居然阴差阳错捡了条命回来。你可别以为她捡条命是啥好事儿，这活着比死了还遭罪。打那以后，可奈就落下了严重的心病，也就是咱们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。以前她最喜欢的红色，在她眼里那就是喷溅的鲜血，但凡瞅见一点红，当场就能崩溃到浑身抽抽，连门都不敢出。母亲带着她四处求医问药，啥偏方都试遍了，就盼着闺女能走出这个坎儿。结果这天娘俩刚从医院取完药，母亲公司突然来电话说有个10万火急的事儿。情急之下就把药袋塞给可奈，让她自己先回家。咱说就这么一个随口的决定，直接把这姑娘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可奈拎着药袋魂不守舍的往家走，走到路口瞅见红灯，吓得愣是不敢往前迈脚，转头就拐进了另一条小路。这条路不是别的，正是1年前出事的那座铁路天桥，也是她这辈子最不敢踏足的噩梦之地。换平时她早就吓得瘫地上了，可这天可奈反倒异常平静。说白了，天天被噩梦揪着不放，醒着也是受精神凌迟，这种日子熬久了，死反倒成了一种解脱。果不其然，身后瞬间刮起一阵刺骨的阴风，啪嗒啪嗒的爬行声紧跟着就响了起来。可奈连头都没回，就这么站着等来了自己的结局。就这么着，唯一的幸存者也没逃过诅咒。第二天天桥上又多了一具半截尸体，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当地的高中，学生们瞬间就炸锅了。这里头就有2个胆子大的女生，下课立马就往天桥跑，寻思凑个热闹看点刺激的。结果到地方只看见警方拉的黄警界线，还有个站在边上发呆的男人，瞅着神情呆滞，跟丢了魂似的。俩人没看着啥新鲜玩意儿，扫兴的回了学校，转头就把这事儿在班里传得有鼻子有眼。班里其他人听得津津有味，唯独班长玲子嗤之以鼻。这姑娘是出了名的认死理，凡事都讲科学依据，最烦这些怪力乱神的玩意儿在班里瞎传，制造恐慌。可也正是这份轴劲儿，让她在班里格格不入。除了胆小怕事的闺蜜蔡月，压根儿没人愿意跟她搭话。咱说校园里就怕这种不合群的老实人，偏偏还爱较真儿，很容易就成了被欺负的对象。这不，班里以惠里香为首的小太妹团伙早就看她不顺眼了。之前玲子因为考勤的事儿，当众质问过无故旷课的惠里香，让她补上假条。就这么点事儿，直接把这个校霸给惹毛了。惠里香这伙人平时在学校横着走，欺负人欺负惯了，哪受得了这个气？他心里门清，要收拾玲子这种心高气傲的主，打他骂他都不算狠，毁了他最在乎的东西才最疼。而玲子唯一在乎的就是她那闺蜜蔡月，这是她在班里唯一的朋友。于是这坏娘们转头就把主意打到了蔡月身上。放学的时候，惠里香带着几个跟班堵着蔡月，连吓唬带拉拢，说以后跟着她混没人敢欺负，不然连她一块收拾。蔡月本来就胆小，哪经得起这么吓唬，当场就怂了，低着头答应了。紧接着惠里香就演了一出好戏，故意领着蔡月在玲子面前晃悠，俩人勾肩搭背，有说有笑，就是要让玲子看看你唯一的朋友现在也跟我们混了。玲子瞅着这场景，心里咯噔一下，但也不好说什么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坏招还在后头呢。第二天，玲子一开储物柜，当场就气懵了，里面的书包被划得稀烂，钱包也不翼而飞。他想都不用想，肯定是惠里香一伙人干的，转头就去找当时唯一没上体育课的跟班叶山对峙。结果人家翻了个白眼，轻飘飘甩了一句：你有什么证据？别怪我告你诽谤。就这一句话，给玲子噎得半天说不出话。是啊，没凭没据，说啥都白搭。更不要脸的是，惠里香他们还故意当着玲子的面，用她钱包里的钱买吃买喝，末了还逼着蔡月把空钱包给玲子送回去。他们要的根本不是那俩钱，就是要当众打玲子的脸，碾碎她的尊严。那天放学，玲子攥着手机，失魂落魄的在街上瞎逛，走着走着，不知不觉就走到了那座传说中的铁路天桥。冷风一吹，玲子瞬间打了个寒战，
紧接着身后就传来了那传说中的啪嗒啪嗒声。换旁人早就吓尿裤子了，可玲子这会儿心里全是委屈和恨意，反倒没那么怕了。可更邪乎的是，那怪物爬过来瞅了他2眼，居然没下手，转身又爬回了暗处。就在这一瞬间，玲子突然想通了，这恶鬼不杀他，是因为他俩是一路人，都是被这世界欺负、被抛弃的人，心里都憋着一股子没处撒的怨气。一个疯狂的念头瞬间就钻进了他的脑子里，既然人间没公道，那我就借鬼的手讨回这笔账。想到这儿，玲子拿出手机，直接给偷他钱包的叶山打了过去，故意放低了语气，说自己之前错怪他了，想在天桥上当面给他道歉。叶山一听，平时高傲的班长居然低头服软了，虚荣心瞬间爆棚，拉着另一个同伴就往天桥跑，就等着看玲子跪地求饶的糗样。俩人兴冲冲跑到天桥，左看右看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正纳闷呢，黑暗里就传来了越来越近的啪嗒声。叶山顺着声音一瞅，当场魂都飞了。只见一个只有上半身的怪物正趴在不远处死死盯着他们，俩眼睛冒着凶光。那你下一秒就直接冲了过来。同行的姑娘眼睁睁看着同伴被腰斩，尿不湿都吓饱和了，而躲在暗处的玲子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。她心里虽然也发毛，可更多的却是复仇的快感。憋了这么久的恶气总算出了一口。打这天起，玲子就彻底变了，眼神里再也没了以前的单纯劲儿了。第二天，蔡月拿着空钱包，正琢磨着怎么跟玲子解释呢，玲子直接走过来，一把夺过钱包，转身就走。蔡月下意识喊住他，结果玲子回头说的话让他浑身发凉，那意思就是以前的玲子已经死了，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蔡月心里又愧疚又害怕，他知道玲子是真的变了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多久，会里乡的另一个小跟班接了个神秘电话，就独自出了学校。蔡月预感要出事，赶紧往铁路边跑，可还是晚了一步。葛方さん。黑暗里半身死灵猛地窜出来，那小跟班连叫都没叫出声，直接就被斩成了2截。玲子面无表情地从尸体上跨过去，一步步走到蔡月面前。瞅着玲子这副模样，蔡月知道再这么下去非得出大事不可。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查清楚这半身死灵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不然还得死更多人。蔡月先是找到了第一个受害者可奈的家里，想问问情况。结果在这儿又碰见了之前在天桥上看到的那个男人。这男的叫张田，一直研究都市怪谈和鬼魂这些东西。可奈出事之后，他就一直在查，比警方摸的都透。蔡月把最近学校发生的事儿还有玲子的异常全都跟张田说了。张田听完脸色瞬间就沉了，他说这诅咒比他想的要邪乎得多，这世上从来没有平白无故杀人的恶鬼，所有怨灵的背后都藏着没处伸的冤屈和没清算的账。为了揭开真相，张田托了大学导师的关系，弄到了一份被封了60年的警方内部档案。这不看不知道，流传了几十年的传说，居然全是被人篡改过的谎言，真相比鬼怪还让人膈应。外界一直都说半身死灵的原型叫鹿岛离子，二战后被驻日美军强暴了，不堪受辱卧轨自杀，才化成了怨灵复仇。可档案上清清楚楚写着，当年欺负鹿岛离子的根本不是美军，是当地3个姓沼崎的日本青年，纯纯的本地人作恶。这里头有一个人的爹是村里的议员，有权有势，事发之后直接把事儿压了下来，还把黑锅全甩给了名声不好的驻日美军。鹿岛离子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告状无门，最后只能选择卧轨自杀，用命去讨说法。咱说这才是最扎心的地方。鬼害人好歹有个缘由，可人心的恶和权力的脏才是真的没底线。好好的姑娘被糟蹋了，真相还被篡改，冤屈没处说，最后只能化成恶鬼自己报仇。你说这世道寒不寒心？也就在鹿岛离子死后第3天，那3个作恶的青年全都离奇死在了一场列车事故里，死状全是被拦腰斩断，跟现在的受害者一模一样。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怨灵回来索命了，真相大白了。可张田又发现了一个更吓人的规律，他把那3个加害者的姓氏沼崎2字拆开，发现偏旁部首分别是3点水、刀山大，而最近死的这几个人名字里居然都带着这些偏旁部首，一个都没差。就比如之前死的叶山，名字里带山字旁，还有那个小跟班，名字里带刀字旁。而当时跟叶山一起去天桥侥幸活下来的姑娘，名字里啥相关的都没有，所以才逃过一劫。合着这鬼杀人还得查户口本选名字是吧？听到这儿，蔡月脸都白了，赶紧写下自己的全名水谷蔡月。水字正好带3点水，这不就撞枪口上了吗？
闹了半天，他自己也在这恶灵的猎杀名单上，查案子把自己查成目标了。你说吓人不吓人？可这会儿说啥都晚了。另一边的玲子早就杀红了眼，复仇的火把他最后一点理智都烧没了。他给惠里香剩下的4个人下了最后通牒，约他们到废弃的铁路车站见面，说要做个了断，有啥恩怨今天一次性算清。惠里香他们还以为玲子是被逼急了要服软，一个个牛哄哄的拎着家伙事儿就去了，寻思着今天非得好好教训这丫头一顿，让她知道谁才是老大。他们哪知道自己这是主动往鬼门关里闯，指定有去无回。废弃车站里阴森森的，连个人影都没有，风刮的窗户哐哐响。几个人正骂骂咧咧呢，其中一个姑娘憋不住了，独自去了公共厕所。结果她刚蹲下，那熟悉的啪嗒声就在隔间外头响起来了。下一秒，一声惨叫划破了寂静，剩下的人赶紧冲过去，就看见隔间门缝里滚出一团带血的卫生纸。几人慢慢走进去，当场就吓破了胆，尖叫着往车站外面跑。你说这一个个平时横得跟258万一样，真见着鬼了，跑得比兔子都快。可光跑也没用啊，这地方早就被盯上了。2个跟班没命的往外冲，结果刚跑出去没2步，黑影一闪，直接双杀。唯独惠里香还嘴硬呢，以为是玲子在装神弄鬼，抄起个拖把就往楼道里走，循着声音上了2楼。他推开一扇门，手电筒一照，好家伙，正好跟半身死灵来个四目相对。直到这会儿，惠里香才真的怕了，可啥都晚了。半身死灵猛地扑过来，惠里香下意识用拖把去挡，结果那拖把杆直接就穿进了他的脑袋里，当场就没气了。就这么着，4个霸凌者一个没跑了，全交代在这儿了。等蔡月和张田慌慌张张赶到的时候，只看见满地的尸体。玲子慢慢走出来，她脸上没有表情，反倒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，终于解脱了一样。蔡月哭着把真相告诉玲子，说她根本不是在操控恶鬼，是恶灵在利用她，把她当诱饵引猎物上门，等利用完了，下一个死的就是她。说白了，她从来都不是操控者，只是人家手里的一颗棋子。话音刚落，阴风瞬间就刮了起来，啪嗒啪嗒的声音从玲子身后传来。果不其然，这恶灵是来收尾了。就在怪物扑过来的一瞬间，玲子用尽全身力气，一把推开了冲过来想救她的蔡月，自己则被恶灵直接贯穿了身体，到死她都没说一句话。可这一推，就是她心里最后一点善良。她知道自己错了，也知道自己回不了头了，起码最后她护住了这个曾经背叛过她的朋友，也算是给自己的人生画了个不算太烂的句号。眼瞅着玲子没了气，张田反应过来，拉着蔡月就玩命往外跑。这半身死灵在后面紧追不舍，那速度快得离谱，眼看就要追上了。蔡月急得脑子里一片空白，突然想起啥似的，扯着嗓子喊出了鹿岛离子的全名。你说邪门不邪门？这一喊，那啪嗒声还真就停了，阴风也散了，半身死灵直接消失在了原地。俩人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，瘫在地上半天缓不过来。等情绪平复了点，俩人又回到了废弃车站。蔡月跪在玲子的尸体旁边，哭得撕心裂肺，一遍遍的道歉。他恨自己当初太懦弱，为了不被欺负就背叛朋友。如果他当初能坚定地站在玲子身边，或许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可这世上啥药都有，就是没有后悔药。就在蔡月低着头忏悔的时候，恐怖的一幕发生了。本来已经死透的玲子，那半截身子突然猛地睁开了眼睛，紧接着身体以一种根本不可能的诡异姿势撑了起来，就跟当初的鹿岛离子一模一样。画面到这儿戛然而止，电影也就结束了。咱讲到这儿，可能有人会说，不就是个恐怖片吗？整得吓人捣怪的。可你细品品，这片子里最吓人的从来都不是那个爬来爬去的半身死灵，是藏在人心里的恶意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冷漠。60年前强权捂住了真相，把一个无辜姑娘逼成了恶鬼。60年后校园霸凌和集体沉默，又把一个正直的姑娘推下了深渊。你说这鬼可怕吗？可怕，但再可怕也比不上那些肆无忌惮释放恶意的人，比不上那些冷眼旁观明哲保身的沉默者。咱常说屠龙者终成恶龙，玲子一开始也是个受害者，她想讨公道，可人间没公道，她只能去跟恶鬼做交易。可交易哪有那么好做的？你凝望深渊的时候，深渊也在凝望你，跟魔鬼打交道，最后只能把自己也搭进去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听雨，关注我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